嗨，大家好。这几天又开始下雨了。昨天晚上打雷打得很响，一个晚上都在听到下雨声。早上起来一看天气预报呢，就目前大概有1个来小时可能不下雨。但是我骑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地都是湿的，所以看来今天呢不适合出去骑行的日子。那我就在村里面稍稍的骑行一下，锻炼一下身体而已。前一阵子呢，就跟大家也分享过有段时间，我后来想了一想，应该是那个360 Studio 的 APP 那个软件重装了以后，就发生了原本我设定好的，但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设定的，就是它会在编辑剪辑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视频保持一个方向。结果呢，可能就是因为那次更新，它就恢复到了就它应有的原始的状态。结果呢，我在前一段时间的编辑的过程当中这个视频的方向老是对不准，就是你明明是往这个方向拍的，但它自己就好像锁不住，就跑掉了，就非常的困惑但是就像我前几天在一个爬我们祈福小山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朋友的发的帖子，一些经验分享最终呢还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呢已经会设定了，但是呢我也搞不清楚他就是说每次你在编视频时候都要再去设定一下，不像我以前可能设定了以后它就一直是那样的，可能我在某些地方呢还没有搞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只要不要忘掉在每编一个视频的时候呢就设定一下，这样在设定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对着这个方向就一直不变的话那就非常的容易。那当然了，你如果要想转方向，你可以通过手动的来调整你的镜头的方向。就好像说我现在正在村里骑车，那我就对着自己来讲话，那有些内容呢我就希望大家看着我的脸，看着我在说话的这种状态那你就只要把镜头对准自己，它就固定的就保持这个方向。但是如果你等一会儿你想要把它调整到前面，或者你在边上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物希望跟别人分享的，那你在编辑视频的时候呢就可以调整这个方向，然后就把你想要呈现的这个景物呢呈现给大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360相机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傻瓜的拍法，就你只要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让它去拍就好了。你回来以后呢，再根据你的需要去截取你想要的这个画面，还有呢可以调整你想表达的方向就那个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拍法。但它的缺点呢，一个是安全上面就是这个360相机呢它都是凸镜的，就是它那个镜头它不是平的，
也不像手机的这种镜头啊，它是有一个保护，也就是说你摔一下的话，它基本上不会摔到镜头。但这个360相机呢，就像两个鱼泡眼，就是凸起的，前后都有一个，所以只有这样的话呢，它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就可以全方位啊，360度，其实是接近360度啊，就这样的角度，把你想要拍的这个镜头，不管你是否需要，都给你呢一次过的全部收罗在你的这个视频当中。你回家以后呢，就可以去调整。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镜头是玻璃的，非常易碎，一不小心呢就会出问题。所以在非骑行的时候，非使用的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保护套把它套住。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拍摄过程当中，你的支架一定要架稳。你像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支架架在我的一个车把上啊，但有时候你觉得拧紧了，它并没有，那它就有可能会滑落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要当心的。当然了，很不幸，上次在上海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隧道里面啊，因为在施工，而且很黑，就没在意，就单车呢就滑倒了。人虽然是没事，但是呢也把我的相机给摔坏了，摔坏了一个镜头，变成了一个独眼龙。最终我也想去尝试修理，但是呢看来不是很靠谱啊，就是换一个镜头，你必须要寄给某个维修的人，然后价钱也不菲。所以有些人根据我描述的情况，他说：“哎呀，你还是算了吧，买一台新的。”所以呢，我没办法啊，不得已又买了一台新的，就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360相机。另外一点呢，它的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它不好的地方吧，就是它这种全景的拍摄的视频，通过电脑版的360 Studio， 它在导出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慢。就你拍了半个来小时的视频，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拍了满满的一张卡，就你可能拍了128G 的视频，那可能就要花费一整天。那我当然一般都是在晚上啊睡觉时候把它设置好，让它去导出来。那一般而言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它就导完了，然后这个视频才可以作为你的素材来使用。所以在很长的时间的等待过程当中，对于某些人来讲啊，他如果这个视频需要一个时效性，就需要有个计时的这种效应的话呢，是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的360相机，因为你导出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它的优点啊，就是你完全傻瓜的拍法，而且呢，它可以在后期啊，根据需要来调整方向，表现你想表现的景物，或者是你自己讲话的时候，它就可以给你拍得很清晰。那缺点呢，就是安全上来讲啊，它还是容易损坏。一旦损坏呢，就很难修复。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要花很多的心思。那所以呢，往往在后期编辑、裁剪视频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这个电脑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草草了事，就不会精益求精。当然，我们这种个人生活的这种视频，写日记式的这种骑行的视频呢，就多一点少一点，反正也没什么看，就给自己做一个记录而已。就像写日记的人，每天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记下来而已。
不会太在意所谓的文采文法，也不会为了这个写一篇日记绞尽脑汁让自己的日记变得非常的华丽，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呢，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就全当是看一个退休，现在也可以称之为老人家了吧，他写的一个生活日记就是看一看，看看有哪些内容呢，对大家是有一些共鸣，可以引起一些小小的触动，或者呢，在生活的态度上情绪上面呢，也可以有一些参考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看看就可以了。现在呢，我又围着祈福湖在那边兜圈子因为祈福湖这条环湖的道路呢，我认为是我们祈福里面最适合骑行锻炼的。就第一呢，它这个地方还有不少祈福的村民经常到这个湖边来活动，你可以看到停了好多的车，有很多人呢在湖边闲庭散步也有一些在那边长跑的，也有像我一样骑车的等等吧，各种休闲的人都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气，就人呢可以享受孤独，但肯定不能远离同类就你要跟人群保持一定的联系，然后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同时呢又可以保持你自己的某种喜好，甚至呢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独处，可以享受那种安静的时光。甚至有些人就直接说，我就喜欢那份孤独，我觉得都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让我离开一个人居住的社区就好像纯粹生活在野外，那肯定是吃不消的嘛，对吧？因为你人跟人之间，人是一个群居性的生物我觉得必须还是要保持一种人气。那祈福湖边上呢，就是村民他住在村里各个角落，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定时的到这边来活动。相信呢，大家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但是也需要这个家之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只有这样的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可进可退，变得丰富多彩。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在祈福湖边，就还是有些人活动的地方呢，兜圈子骑行，时不时呢也会到他们的身边去靠近一下，看看他们做的一些事，搞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祈福湖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在一个坡地上的，所以呢它有低洼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有山坡的地方而且当然这些山坡都不是非常的陡峭，也就是说你骑车的话呢，你不用换挡就可以骑上去溜下来。那这个呢，对骑行来讲也是一种乐趣所以你去看有很多设计的非常好的骑行道你比方说在上海黄浦江边就有，本来呢非常平坦的地势，但是它就是给你做了很多起伏、旋转，就是在那边可以让你回旋的地方，就增加你骑行的一种乐趣，也是产生更多的动感。然后你的肌肉就在这样的运动当中呢，你要不断的去做某种调整，就不但要保持你的张力，还要有更多的协调性。所以我觉得
这条线路是一条天然的，能够让你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然后呢，该拐弯的时候拐弯，该下坡的时候呢就是下坡。所以这是我最喜欢骑行的几乎的这条骑行道啊。再说呢，它这个就在起伏湖的边上啊，有水的地方呢，生物都会生长得比较好，所以这边的这个树林啊、绿地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茂盛的啊。就像我跟大家前几天有所分享的，就我的大孩子呢，最近完成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是医师执业的国家考试。但是以不错的分数通过了考试啊，而且是一次过，所以也让多多少少有些为他担心的做父母的呢松了一口气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就这个只是一个起点，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不是说你从医科大学毕业获得什么样的学位，而是你必须要取得一个执业医师资格之后，你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医生，你才有处方权，你才可以去实现自己想为病患服务的这种心愿啊。所以我们当然表达对我们小孩的一种祝贺，同时呢也会提醒他一路慢慢啊，接下去每一步都要走得踏踏实实，宁可慢一点，但是一定是要以病人的身体健康为目标，以病人的切身利益呢作为自己行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是我作为一位已经退了休的医生能够传递给我女儿的这么一个，我认为是一种行医的理念。但是呢，接下去的路呢就要靠她自己去走，而且相信呢她也会越走越好，越走越远。那这几天呢，她回到我们身边来度假啊，然后呢就有了更多的出行的机会。所以父女同框啊，其实也是很多年来真的不多的这种机会啊。除了前一阵子吧，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方向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去参加他的妹妹多伦多大学毕业的毕业式。之后呢，大家又各奔东西。那这次呢，相信可以相处的时间会多一些。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完美的中秋节，同时呢还有机会一起欢度国庆，所以就会让我们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一些。就我就很惊讶就是虽然自己的孩子因为到了18岁他就去读大学，就远离了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一年当中也能见几次面，但是成长基本上都靠他自己了，而且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其实相互之间交流的也不是很多。而这次呢就明显感觉我的孩子
他成熟了很多，他对我跟他分享的这些行医的理念啊，就是这方面的价值观呢，还是非常的认同，这个让我就非常的欣慰。另外一个呢，这个明显的相互感觉，就我们呢觉得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很多思想啊慢慢变得成熟，已经不是我们记忆当中、印象当中的这种认头认脑的小年轻了啊。就他对自己的在学习社会上的一些怎么说经历啊，就给了他很多的一些人生的感悟，或者说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历练吧。就我觉得相当不错的，让我们刮目相看的一种感觉啊。当然毕竟还年轻嘛，将来的路还很久，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守望相助。而从另外一面来讲呢，他也明显的感觉自己的父亲啊，已经不像他小时候啊，那个时候人在壮年，干什么事都是全力以赴，然后呢确实都是忙于工作那种状态啊。但现在的话呢，就明显的老了，那当然了，头发都差不多花白，平时呢也不大讲究穿着，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社交活动了，就显得有点老态了啊。就这个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也多少内心受到一些触动。就以前他们真的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父母变老，那同时呢，他现在也慢慢有了一些自己的责任感，就可能他觉得慢慢的他也要担当起这个家庭中啊，让自己的这个父母在年迈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忙和照顾了。虽然以我们目前的年纪来讲呢，暂时还不需要，但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孩子有了这份心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孝心吧，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跟其他的文化稍稍不太一样的地方。比方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也生活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就大家对于这种父母的关系的认知啊，就觉得你在18岁之前，就父母要尽到养育自己孩子，负担他们教育费用，当然也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人生的指导。但除此以外，大家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你如果读了大学，进到社会以后啊，就完全跟父母就成为平等的两个个体。那我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其他地方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当然我指的都是一些华人的朋友。那他们呢也经历了这样的跟小孩之间的这种观念的转变啊。那么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呢，他们从18岁离开家门，因为他们到外地读大学了，毕业以后呢更是展翅高飞，就他们就会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去到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生活，甚至一年呢也就是1-2次老远的开着车回来看看。就你家长对他们的思想行为等等啊，都已经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参考意见了。那么甚至呢也有很多跟家里就好像失去了联系，像一直断线的风筝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在纯粹的这个西方人的社会当中，那就尤为明显啊。所以呢，很少有说子女他们结了婚以后还跟父母同住的，也没有听说过父母亲要为他们的下一代啊，比方说结婚生子去操太多心的。那反过来讲呢，你也当然无法期待你在老迈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亲还能够跟自己的子女同住。
得到下一代的这个贴心的关照。更多人呢，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就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活，退休以后呢，这个downsize自己的房子，购买房车，有能力的可以开着自己的游艇、帆船去行游。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处这个世界上自然风光好的、民风不错的地方，但是消费呢低一些的地方去养老。总之呢，就是跟自己的孩子就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但是两个世界之上啊。就这个呢，怎么说？就是我们这代中国人，虽然明知这些都是社会变化的一些现实，而且将来大概率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在某种情况底下，我们内心来讲也真的不愿意去打扰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有太多的这种限制吧。所以呢，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就也会感觉到就年纪老了以后，就还是希望像中国传统的老人家一样，能够呢去跟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对我而言呢，我肯定是不希望也不愿意面对，就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什么3代同堂、几代同堂那样子的。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自己独立的空间，不但年轻人需要年老的人也是同样需要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更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持身体的情况，你要保持你的生活自如。如果更可以的话呢，你还应该这个思想自由。你不需要完全认同别人，也没有必要按照自己小孩希望你这样去生活，反过来也是一样啊。总之呢，就是彼此保持独立，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家，最好呢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呢又不住在一起，在有要紧的时候呢彼此帮个忙，搭把手，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就保持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吧。所以呢，我们也会安排好自己的这些未来。那我觉得一个是心态，第二个就是你要坚持健身，保持健康。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把有限的金钱，你要做一些小小的规划，你要去过一个自己能够负担的生活。就很多地方呢，你都要去做一些妥协。当然了，在需要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也要帮一下子女，因为他们也可能需要面对人生的重大的事情，比方说他们要结婚，比方说他们要创业。但是呢，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为了孩子们更多的物质上的幸福感，去节衣缩食，去舍弃我们自己的人生，去让小孩们过得这个高于他们实际收入的这种生活。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跟所有的同龄人或者说做家长的朋友们呢，大家呢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的轨道，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就是混为一谈，因为毕竟呢大家应该各有各的生活就希望呢大家相得益彰，就彼此呢时不时有所关怀关心，但是呢更要保持自己的生活的独立性，最终呢自己来负责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不管是贫是富，钱多钱少就过自己能过的日子，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好了，今天呢就是
因为下雨啊，就没有去到外面去，但是呢也想活动一下，就在村里，尤其在祈福湖边呢转了几圈。那今天呢好像是一个防空警报的演习日，就警钟长鸣吧。作为国家来讲的话呢，就时不时要提醒自己的老百姓啊，就安全呢每个国民人人有责。那么同时呢也是要让大家知道，现在的还算不错的生活其实也来之不易，所以这已经是我今天听到的第2轮的防空警报了。但是呢不是我们平时过的日子，这也就是一个警报的预演而已，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好了，我也到家了。看来呢警报还要响一段时间啊，我们就不等它停了，就在这边呢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赏，我们改日见。